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某一首歌突然响起，不管是熟悉的旋律，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和弦，瞬间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，那种感觉好像音乐穿过了耳朵，直接触碰到灵魂深处。这种神奇的反应，科学家给它一个名字，音乐性颤栗。简单点说，就是音乐把你的大脑电路点燃了，点燃到身体都忍不住要给出一个物理反馈。那么为什么音乐能做到这一点？为什么我们会被几个声音的组合弄得心潮澎湃？首先，音乐是一种声音的艺术，但它影响的并不只是耳朵。当旋律进入耳朵，它会被转化成电信号，传到大脑的听觉皮层。可奇妙的是，音乐并不只停留在这里，它会同时点亮和快感、情绪、记忆相关的大脑区域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听音乐时，大脑不只是在听，它是在回忆、感受、预测。就像一场脑内交响乐，不同的脑区一起响起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你被音乐震撼到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传导物质。多巴胺就是让我们感觉快乐、期待、上瘾的关键，所以你会感觉那个瞬间，心脏加快，背脊发麻，鸡皮疙瘩冒出来。这不是错觉，而是真实的神经化学反应。而且最奇妙的地方在于，多巴胺分泌并不只在高潮的时候，而是在快要到高潮时就开始了。比如，你知道副歌马上要来了，你的脑子会先一步分泌多巴胺，像是在说准备好了，快来吧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音乐里的铺垫、突然的转折、意外的和声这些元素特别容易让人激动，因为它们打破了你的预期，然后给你一个惊喜。大脑最喜欢的就是预期加意外的完美组合。这和我们看电影、读小说，甚至谈恋爱时的心跳感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大脑在用期待与惊喜的游戏奖励自己。但音乐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力量，它能唤醒记忆。一首老歌可能让你瞬间回到某个夏天的黄昏，某个街角，某张笑脸。这就是因为音乐和大脑中的海马体记忆中枢紧密相连。所以有时候你感动的并不是旋律本身，而是旋律后面那段属于你的故事。更神秘的是，音乐不只作用于个人，它还能在群体中创造共鸣。想想演唱会现场，成千上万的人跟住同一个节奏呐喊，情绪瞬间被放大。这是因为大脑中有一种叫镜像神经元的系统，它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的情绪，甚至下意识模仿。所以当旁边的人在激动，你也会被感染。音乐就像是一种情绪病毒，瞬间扩散，让一群陌生人同频共振。从这里我们会发现，音乐其实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语言。早在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就用声音和节奏来交流情感。打鼓、吟唱、哼唱，这些不只是娱乐，而是部落凝聚的方式。所以你今天听歌时起鸡皮疙瘩，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触发一种古老的本能的反应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音乐起鸡皮疙瘩？答案是不一定。研究显示，大约只有一半的人有这种强烈的音乐性颤栗，而且这可能和大脑的结构差异有关。一些人的大脑连接听觉区和情绪区的神经通道更紧密，所以更容易被触动。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有人天生就音乐敏感，甚至一两个音符就能泪流满面。如果把音乐看成一种力量，它并不是单纯的声音游戏，它是一种灵魂共鸣的机制。当旋律响起，它调动的不只是大脑的电路，更是你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。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音乐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来自自己，好像旋律本来就在心里，只是被唤醒了。所以为什么音乐能让你起鸡皮疙瘩？因为它不只是声音，而是一种跨越语言的情感密码。它在大脑里打开一扇门，让你和自己、和他人，甚至和宇宙产生短暂的共振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魂共鸣，而每一次的颤栗都是提醒我们依然会被美感击中，依然有东西能让我们动容。下次当你听到一首让你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歌，不妨停下来，静静感受一下。因为在那一瞬间，你不是在单纯听音乐，而是在和自己的灵魂偷偷对话。